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微博之夜望邀許凱談松韻，一場失誤撕開娛樂圈最黑暗的一角。在中國娛樂產業高度成熟、流量與資本高度綁定的當下，一場大型娛樂盛典的任何風吹草動，往往都會被無限放大。而2025年底這場圍繞微博之夜忘記邀請許凱談松韻的風波，顯然已經超出了普通活動失誤的範疇，演變成一場牽動明星、粉絲、品牌方乃至整個行業信任體系的輿論危機。微博之夜作為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年度娛樂盛典之一，向來以年度影響力話題性代表性為核心評選邏輯。然而就在活動結束後不久，網友很快發現，本年度最具話題度和實際表現的演員之一許凱與談松韻，竟然沒有出現在嘉賓名單之中。最初，這一情況只是零星粉絲提出疑問，但隨着越來越多娛樂博主、業內記者介入，事實逐漸清晰，並非兩位演員臨時缺席，而是根本沒有收到邀請。這一結論如同點燃導火索，短短數小時內，相關話題衝上微博熱搜第一，多平台同步發酵，形成現象級輿論風暴。爭議之所以迅速失控，關鍵在於對象不對。一、許凱，數據與市場的雙重保障。近一年內，許凱主演的多部作品持續佔據平台熱度榜前列，播放量、討論度、角色出圈程度均處於同年齡段演員的領先位置。其社交平台互動數據與商業價值穩步上升，已被視為新生代男演員中極具穩定性的存在。多位行業分析師指出，從任何維度看，許凱都屬於微博之夜必須出現的那一檔藝人。二、談松韻，國民度與口碑的罕見結合。相比流量邏輯，談松韻更具不可替代性。他近年來幾乎沒有翻車作品，主演劇集在不同年齡層均具備極強號召力，是少數能兼顧口碑、收視與商業的女演員之一。一位資深娛樂記者直言，如果談松韻都不在邀請名單內，那這個評選體系本身就需要被重新審視。在輿論持續高壓下，微博之夜主辦方於事發3天後發布公開道歉聲明，承認邀請流程出現疏漏，並對兩位藝人及粉絲表示歉意。然而，這份道歉並未起到止損效果，反而引發2次輿論反彈，原因主要集中在3點：時間過晚，道歉並非第一時間，而是在輿論全面失控後被迫發生；內容空泛，未交代具體責任人，流程錯誤點，態度被質疑，大量業內人士認為其措辭更像法律公關文本，而非真誠反思。娛樂法律顧問陳維指出，這類聲明往往經過反覆審核，核心目標是降低風險，而不是回應公眾情緒。更具爆炸性的是網友隨後整理出的實際出席嘉賓名單，多名近一年無代表作、曝光度明顯下降的藝人卻出現在紅毯與內場，引發大量質疑，邀請標準到底是什麼？由此，討論逐漸從望邀升級為是否存在資源傾斜，是否受經紀公司、資本方影響，是否背離影響力盛典的初衷。一位不願具名的娛樂公司高管透露，很多大型活動的邀請並非單純基於成績，而是多方博弈的結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次事件中，許凱與談松韻粉絲的反應展現出高度成熟的組織能力，系統整理藝人年度成績數據，定向向品牌方、媒體反饋不滿，發起理性抵制而非無序攻擊。短時間內，微博平台相關評論量突破千萬級別，部分贊助品牌被迫出面澄清立場。多位市場研究人員指出，
粉絲已不再是單純情緒消費者，而是能夠影響商業決策的集體力量。雙引號。相比粉絲的激烈反應，兩位藝人團隊的官方回應顯得異常冷靜。徐凱方面，聲明措辭克制，強調對觀眾的感謝，卻刻意回避對主辦方的評價。業內解讀認為，這種禮貌但疏離的表態，往往意味着關係已出現裂痕。譚松韻方面，其工作室態度更為直接，明確表示演員專注作品本身，不依賴任何活動證明價值。此回應被大量網友評價為體面卻鋒利。從商業層面看，此次事件已對微博之夜造成實質性損失，直播關注度下滑，品牌合作信心受挫，公信力明顯下降。品牌諮詢機構測算，僅輿論危機帶來的潛在贊助損失就可能達到數千萬級別。更嚴重的是，業內普遍認為此事暴露了娛樂活動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，標準不透明，資源分配失衡，評價體系名不副實。在多家媒體的連線採訪中，不少業內專家都不約而同指出一個核心問題：如果一個活動能忘記徐凱和譚松韻，那它的篩選機制本身就存在嚴重漏洞。雙引號。中國傳媒大學娛樂產業研究中心副教授李明認為，大型娛樂盛典的邀請體系理論上至少應經過3道審核機制：數據與影響力初篩、平台與行業代表複核，最終公示確認。在這樣的流程下，忘記2位一線演員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，除非流程本身被人為干預，或者形同虛設。雙引號。另一位長期服務於各大頒獎禮的策劃顧問也坦言，近年來不少活動已逐漸偏離年度總結的初衷，轉而成為資源交換、關係維繫的社交場。誰能來，很多時候不完全取決於作品，而取決於背後是誰在運作。雙引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次事件中參與討論的並不只有2位演員的粉絲。大量路人觀眾、普通劇迷同樣表達了強烈不滿，原因並非心疼自家偶像，而是對整個行業評價體系的失望。有網友直言，如果努力拍戲、成績好的人都能被忽視，那我們到底在看什麼盛典？雙引號。還有觀眾指出，這類活動頻繁出現名不副實的情況，正在消耗觀眾對娛樂行業最後的信任。輿情監測數據顯示，在相關話題下，超過40%的評論來自非粉圈用戶，這意味着事件已經突破粉圈邊界，升級為公共討論。在輿論分析中，透明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之一。不少網友要求主辦方公開邀請標準、嘉賓篩選邏輯，是否存在商業或資本綁定。有評論一針見血，如果你不敢說清楚標準，那就別再打年度影響力的旗號。雙引號。事實上，這種對透明度的呼籲並非首次出現。過去幾年，多起頒獎爭議都曾引發類似討論，但大多以時間沖淡一切告終。而此次不同的是，粉絲與公眾的耐心明顯在下降。對於贊助品牌而言，這場風波同樣敲響警鐘。營銷分析機構指出，如今品牌與娛樂活動的綁定已不再是穩賺不賠的曝光行為，而是一種高風險聯名。在此次事件中，部分品牌被粉絲點名抵制，儘管最終未造成全面商業損失，但已暴露出明顯風險。品牌形象被迫捲入爭議，公關成本上升，合作活動信任度下降。一位品牌市場負責人表示，如果活動本身的公信力出現問題，品牌就很難獨善其身。雙引號。從結果來看，徐凱與譚松韻的缺席並未對其個人發展造成實質性影響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他們在公眾心中的形象。不少業內人士認為，
這恰恰說明一個趨勢正在形成：真正具備作品與觀眾基礎的演員，正在逐漸擺脫對行業儀式的依賴。尤其是譚松韻，其工作室的回應被評價為溫和但有鋒芒，傳遞出清晰信號。演員的價值不需要通過被誰邀請來證明。事件發酵至今，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擺在所有人面前：如果觀眾不再相信盛典，盛典還剩下什麼？沒有公信力的數據，沒有被認可的標準，沒有觀眾情感支撐，那麼所謂的年度榮耀只會淪為一場自說自話的熱鬧。多位評論員指出，娛樂盛典若想重新贏回信任，至少需要做到3點：明確、公開、可驗證的評選與邀請規則，減少資本與人情對結果的干擾，真正尊重作品與觀眾反饋。結語：一場失誤，照見整個系統。徐凱與譚松韻的被遺忘，或許起初確實源於某個流程錯誤，但事件之所以持續發酵，是因為它精準擊中了公眾長期積累的不滿，對不透明規則的厭倦，對資本邏輯的警惕，對名不副實的反感。當粉絲不再沉默，當數據不再被忽視，當藝人不再依賴舞台證明價值，這場風波早已不只是一次邀請失誤，而是一記清晰的行業警鐘。未來，類似微博之夜這樣的盛典，若想真正維持影響力，或許需要的不只是道歉，而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制度重構。